朋友们好，我是石头，我现在湖南的湘西。上次我拍过一个视频，保定县金罗河一座建在悬崖绝壁上的房子。当时候很多网友评论留言说，这可能是一座寺庙，其实并不是的。据说这是一位老人建造的房子，他用了一生的心血，花了所有的力气把房子建在山顶之上。这个时候石头就非常的好奇了，为什么老人会把房子建在山顶之上呢？那这样的一座房子，它又是如何建上去的呢？带着这些疑问，石头现在就准备从这里出发，大概3个半小时左右，再次进入金罗河，找到那一位建造房子的老人，实地去采访一下，问问他为什么要在山顶之上建造这样一座房子。好了，朋友们，跟着石头的镜头啊，我们一起出发去一探究竟。房子就在那山顶上，看到吧？上面还飘着彩旗呢。要从这条小路爬上去，我感觉好像对面的山也有一座房子。这里的环境特别的好啊，鸟语发香的。老百姓种的玉米，这里还有一个木房子。这应该是最后的一个台阶了，从这里上去应该就是那一座房子。看一下，非常的陡哦。底下的路啊都是这样的一些石块，修了一个简易的一个护栏。这里来一个急转弯哦。我就是从这里爬上来了，进入这个山门之后啊，这应该就是主人的一个床，看到吧？这里有个门，挂了一个小锁，但是没有锁门。我们可以看一下，有个床，看到吧？有被子。这边呢，应该就是一个客厅了。这里还有一个。这边呢，应该是一个厕所吧。真的是一个非常窄的一个地方，能利用起来的地方已经全部都用起来了。这些应该都是主人的照片，看起来应该这些照片的时间已经非常久了。这边还有个碗柜。好了，我们要离开了。朋友们，现在我们已经遇见了这位主人，就是这位大叔。你已经在山上住了几十年了，是吧？是的。哦。今年没车到哪里，就到哪里，就是那里要给标语嘛。哦。好多人到哪里烧炮竹。好多人烧炮竹。那你建这个房子有多少年了？可能30多年了吧。30多年了。我看那个路非常不好走，当时你是怎么建上去的？哎呦，去啊！一天隔几点过？一天就挖一点点。一天隔几步啊？又要看伢子，又要个人，又要把。就搞那个站子给凿开的嘛，是吧？是嘛？就用那站子给凿开，把那石头给凿开的。钢钎啊？有钢钎弄伢子嘛。那你建这个房子不容易啊。挖1公斤深了。哦。原来我到周煤矿挖煤的。哦，以前你是挖煤的。建了几年才建好？记不到。记不到了。有好几年时间吗？要嘛就是人一种跟我过啊，一家人跟我过一跟说啊。哦。对，也干活子了，也走子了，有些年轻人也帮忙我说啊。哦，这样子的。我看你那个亭子也是你建的吗？现在坏了，我搞不好了嘛。哦，现在可能路不好走上去了。前面这里路子还我没够了，我70多岁了。70多岁了。哦。够不好了。哦，以前那些亭子也是你建上去的。是的，那里看到前面那个山建的那个有个建筑出来的那个大风，1年刮风大雨把我给吹掉了。帮你吹掉了。
那你总共花费了应该好几十年，就是时间多久，还得一辈子，几乎就是一辈子花费时间都在这座房子上面了。都建设这一种景点旅游。哦，这样子，非常非常厉害。这些桥都是的呢。这些桥都是的，太厉害了。一是芦根桥，一是芦根桥，人家不安桥，因为国家有水泥嘛，那什么，跟水泥一面啊，小安头就叫不封闭桥了。你今年好多岁了73。73岁了。哦。有的还是有的。绿豆山我一修路修进来了。哦，吕洞山你修了路了。就是这边那里上去。那你太厉害了，我非常佩服你。这个一辈子嘛，人类嘛，都是有泥山嘛，都不建设这么个。是的，有这样的环境要建设起来。山峨眉山，我到峨眉山看一不，我们绿豆山还关，就是没有开花。没有开花起来。湘西的景色真的是太好了，太美了。云山红好多。对。有人到那里扶啥子？扶啥子这子？哎呦，看一山有味道。那你现在基本上每天你还上去住吗？2、3天就要扫一遍。2、3天又扫一次。就在这里做。哦。就在这里也是我个人。哦，桥头这里也是的啊。好，谢谢你啊，也祝你身体健康了啊。祝你身体健康啊。过后再来啊。好。大叔还告诉我说，在这里啊，他立了一个功德碑，把那些给他资助的人啊，把名字全部都写上去了，看到吧？密密麻麻的全部都写满了，真的是非常佩服大叔了，太厉害了，花了一生的时间，全部用在这个房子上面了，非常非常的佩服。告别了老人，我们也即将要离开了。老人说，这座房子是花费了他一辈子的心血所建成的。年轻的时候，老人在矿场里面工作，从矿场退出来之后，他就用自己所有的积蓄建造了这样一座房子。在建造房子开始的时候是非常艰难的，在山顶之上是没有路的，都是老人一步一个脚印凿成了一条小道，前前后后用了很多年的时间，具体时间他也不清楚了。当时条件非常艰苦，没有砖，没有瓦，没有建房子的柱子，都是村里面的好心人东拼西凑资助了老人。说到这里的时候啊，老人我感觉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动情。其实从聊天中我看得出，老人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很随和，也非常健谈，人也特别的好。他说现在年纪大了，每隔2、3天才能上去一趟。房子里面有老人睡觉的小床，有他煮饭的锅碗瓢盆，还有院子里面养的小鱼。他非常舍不得离开这里。他说当他老的时候，希望有一天能遇上有缘的人，帮他把这个房子打理下来。视频的最后，石头也要在这里祝这位老人健康长寿。当然朋友们，如果你的家乡有这样的人文或者景色的话，也欢迎给石头评论留言或者私信告诉我，石头也会去到你的家乡，把这些美丽的景色拍出来呈现给大家。好了，这期的视频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最后还是那句话，喜欢石头的视频请点个赞，点个关注，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谢谢大家。大家一直都在期待整个塞壁做出来的效果，挺神秘的吧？实际上就像木匠师傅说的，他70多岁的年纪了，第一次采用这样的装修风格，整个塞壁全部打上格子，装上玻璃。他说做了这么多年的木匠，从来没这么去做过。那做出来之后效果究竟如何呢？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没那么多。今天下午感觉是要下雨了，大家可以看一下，风也比较大。整个塞壁的材料基本上已经全部做好了，现在就等着安装了。房子的大门还没有安装，两边房间的格子已经全部装上了，当然是装了底下的，上面还有一个小空格没有装。木匠师傅刚刚是做好了材料，在这边
这些格子是比较小的，装在上面，上面也是我们通风透气的位置，因为底下全部都是装玻璃。这边木匠师傅也正在准备安装大门的一些材料，包括这边的门槛已经开好了槽，我们来看一下，装大门要开很多槽的，尺寸各方面都是有很多讲究，还要开孔。这边是直接从村里面买了一些类似于门栓的那个样子，像荷叶一样的，直接是安装在门槛之上。这上面也是开了很多槽。不知道朋友们，你们的家乡建房子装大门也有这么多的一些讲究吗？以前没有这些，也就是这些类似于荷叶这样的，全部都是用木质结构来做的。当然时间久它磨损的是比较严重的，像这样子用一些铁片或者是钢片来做的话，它的硬度就要比木头好许多了。我们远距离的来看一下这个塞壁，大家觉得效果如何呢？现在还没有装玻璃，整体的风格就是这样子。还是挺协调的，师傅的手艺也是非常好，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这些格子。虽然没有一些雕花，但是格子和格子之间，它的尺寸把握的是非常好的，很标准吧。人生风景在游走，每当孤独我回首，你的爱总在不远地方等着我。岁月如流在穿梭，喜怒哀乐我深锁，只有你在天涯尽头等着我。夜已沉默，心事向谁说？不肯回头，所有的爱都错过。别笑我懦弱，我始终不能猜透，为何人生淡薄。风雨之后，无所谓拥有，萍水相逢，你却给我那么多。你挡住寒冬，温暖只保留给我，放声寂寞掉落在你的怀中。人生风景在游走，每当孤独我回首，你的爱总在不远地方等着我。岁月如流在穿梭，喜怒哀乐我深锁，只有你在天涯尽头等着我。
风雨之后，无所有，萍水相逢，你却给我那么多。你挡住寒冬，温暖只保留给我。风霜寂寞，凋落在你。我们来看一下，经过2天的努力，整个塞壁已经装好了，6扇大门也安装完成，风格就是这个样子。里面的光线还是非常好的，当然现在还没有安装玻璃，玻璃已经买过来了。这里面洗脸盆还有蹲便池、洗澡的水龙头、浴霸全部都已经装好了，并且也通了水电，现在都可以用了。这个房间现在还没有做隔断墙，以后这边有面墙作为隔断，这是一个单独的房间，采光也是非常好的。这些玻璃都是钢化玻璃。在房间里面，一眼也可以看到对面的笔架山。走上一圈给大家看一下。我个人是很喜欢这样简约的风格，挺实用的，大家觉得呢？整个客厅还是挺宽的。堂屋全部做客厅了。这边和厨房留了一个过道，大概宽1.5米左右。这个房间的背后，我们是做了一面隔断墙，里面有个小房间，刚好可以放床，背后留了一扇窗户。当然，现在整栋木房子的2楼，楼板还是没有装好，所以现在比较透风。把楼板装好了之后，就很暖和了。马上要清酒席了，所以我们把整个院子都清理干净。之前木房子堆放的木板全部移到厢房这边。现在我们从这边走出去，从院坝来看一下。现在是开门见山，对不对？整个院坝也清扫的差不多了。清酒的时候，厨房准备在这块位置，虽然没有水龙头，我们可以用管子把水给牵引过去，因为风是往这个方向吹的，厨房安在这边，炒菜的话要好一些，要不然炒辣椒的时候人坐在院坝可能会比较呛。这边底下还有些杂物、木屑之类的。
马上要打扫干净。转过头，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栋木房子，慢慢的往后退，大家觉得如何呢？2楼的装修风格，我也准备打上格子，大家觉得好看？今天下午我们把门口的薄膜也拆了。昨天晚上我们加班加点，把房间里面的灯全部装好了，包括太阳能电线杆上面的射灯都已经装好了。这些模板还有一些废弃的木材，请酒席需要烧柴火炒菜煮饭，这些模板还有废弃的木材都用得上。舅舅家那边也清理的差不多了。朋友们啊，其实木房子的装修，整个晒壁是最关键的，因为是整个房子的门面嘛。大家觉得我们做的这个晒壁究竟看起来怎么样呢？欢迎大家评论留言。好了，我是石头，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点个关注，下期视频再见，拜拜。朋友们好，我是石头。今天闲着没事，我们又来山里面了。看对面有2栋房子，地理位置都挺好的。刚刚我走到那边，那2户人家都住着。我想来山里面找一些闲置的农房，拍给大家看一看，所以那2栋房子就不拍了。我又把车开下来，停在这个村口的位置。走到这边，发现了一栋房子，还挺不错的。这边啊是背靠着大山，在一个山窝窝里面，有6、7户人家，都是木房子。而且据那边的2户人家说，这边的房子基本上都已经闲置，没人住了。环境还是挺不错的，山里面的鸟叫声特别的清脆，听起来特别的舒服。这里有条小溪啊，这2天下了点雨。这栋房子的视野并不是特别好，但是非常的安静。上面的那栋房子也是空着的，没人居住。这是苗族的房子，吞口屋。之前我就给大家说过，在大山里面建的大部分都是吞口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栋房子的外面，这里有处小鱼塘，因为房子没人居住，所以这边的鱼塘也是空着的，现在里面并没有养鱼。可以看到水并没有多深，如果想在这边养鱼的话，直接把那边的泉水给牵引过来，在里面放上鱼苗就可以了。这边的地势比较高啊，将近有800多米。底下的乡镇集市距离这边有3公里，这边距离县城有35公里。实际上这里靠近贵州，大概也就3、4公里左右，就出省到贵州的地界了。这边依然是湖南啊。看房子的旁边有一小片的竹林，背后呢有一面石头薄坎的墙，在房子的旁边还有一小块空地，都是他们家的。这处鱼塘也是他们家的。整个房子的院把没有做硬化，车子是可以开到院把的。这是一栋3开间的木房子，吞口屋，大门口凹进去有2米左右。上面盖的是青瓦，楼层高度将近4米左右。1楼基本上已经全部装修好，房间呢有5个房间，1个客厅，
加上背后呢有个厨房，2楼是堆放杂物的，不住人，全部都是住在1楼。这栋房子呢，主人家是到城里面，偶尔呢会回来1、2次，所以房子闲置的时间也是比较久了。这栋房子呢，每2、3年，主人家是把屋顶上的瓦片重新翻修覆盖了一遍，所以房子保留的还是比较好的，基本上打扫卫生就可以拎包入住。而且在房子的旁边，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呢是堆放了很多木柴，到冬天的时候可以烧火取暖的。这边还有一口井，应该也是他们家平时的一些饮用水，水质啊还是挺不错的。这些都是从山里面用管子把水给牵引回来的。这里的环境还是挺好，这边还晾晒着衣服。这2天呢，主人家也是回来了，因为快到暑假了嘛，小孩子放学要回家，要把房子打理一下，然后呢可能会在农村里面住上一段时间。房子的结构啊都还挺好的，这边整个寨子呢也就几户人家吧，感觉挺安静的。你是哪里？我是花园街上的。啊，你咋没穿鞋子啊？我离开。离店啊？哦，这位大叔啊还离着田，插着秧。你今年多大了75岁了。75岁了。身体啊倒是挺不错的。小孩都到城里面去了吧？哎，打工去了。哦，你看，现在农村里面剩的都是这样的老人。你们整个村子有几户人家？10多户。哦，这上面只有10多户人家。好多人都搬出去了吗？几家搬了2家搬走了，房子还在这边。是的，现在农村就是这样的一个现象，都往城里面跑，所以农村闲置的房子是越来越多。实际上他们家的院坝这条马路呢依然是修往上面的，因为上面呢还有好几户人家。这是他们家锯的一些木板，装修木房子都用得上。他们家的这栋房子啊，装修还挺不错的，上面涂抹了一层桐油，所以颜色呢是有点深。你们家的这栋房子建了多少年了？20多年。20多年，那这栋房子还没建了多久呢？房子都还挺好的。是的。以前你们这个寨子就只有这么多人吗？有150-160。整个村子有150-160户。哦，你们这是一个小组嘛，对不对？是个小组。哦，这里面地势比较高。那我看一看，到这边看一看啊。看吧。好，那这栋房子的旁边这些空地啊，长时间不在这边打理，都还挺可惜的。其实挖出来还是可以种点菜呀，在山里面养养鸡鸭也是挺不错的。尤其这门口的鱼塘啊，不养点鱼太可惜了，对不对啊？这个鱼塘将近也有4分地左右吧。这底下还有一小块空地呢，挖出来的话也是可以种点菜的。山里面的水比较好，养出来的鱼啊，肉质也非常的好的。其实我发现一个问题，在山里面常年干活的老人身体都挺好的，像镜头前方的这位老人，75岁的年纪了，下着雨还挺冷的，光着脚板，可能和他们长时间劳作，还有他们的饮食习惯、环境都有关系吧。朋友们，你们觉得呢？大家发现没有，在山里面大部分都是木房子，为什么呢？因为山里面的杉树特别的多，看镜头前方的这一片杉树啊，都有好几十根，把它砍掉的话，
基本上可以建成一栋木房子的主体了。这边出门就是大山，他们的一些菜地呢，都从这边爬上去。所以说，在山里面生活挺不容易的。好多朋友在私信里面问我，想来农村租一栋房子养老，到底自己能不能适应那样的环境？我说了，你们还是先想好吧，在山里面的条件挺艰苦的。如果你只是一时的头脑发热，想来住几天的话，那可能还行。但是你想常年在这边农村里面生活，真的很多人是静不下心的。看这边的条件是多艰苦啊！距离城里面那么远，出门一趟很不方便。如果自己没有车的话，下山去买点菜，走路来来回回都要2-3个小时。有车的话还好。这边的条件啊，现在已经改善了很多。整个村子里面通水通电，也安装了户外的太阳能灯，到晚上的时候会自动的亮，比以前的条件是好了许多。刚刚我们看的这栋房子呢，他们家的厨房就在背后。和这位大叔我们也聊了会儿，他说现在一年回来的时间很少，主要还种的一点点的稻田吧。实际上小孩都让他别种了，但是他还是舍不得，所以每年还是回来种一点。这边的稻田插完秧，他也就到城里面去住了，所以房子大半年一整年都是闲置的。来看一下这栋房子，他告诉我，这栋房子的主人家呢，常年是不在家的，这栋房子是可以给他租下来。房子的结构也非常的好，3开间的正屋，两边加上2个偏房，那边的偏房也是可以做卧室的。这边呢是厨房，后面呢还有个旱厕，从这里上去有一口泉源，上面喝的也都是山泉水。这栋房子的院子倒是挺宽的，目视下有100多平呢，长满了杂草，长时间没在这边打理，但是房子还是挺不错的。上面的瓦片呢，长时间都在检修，房子基本上是可以拎包入住，和那的房子一样，也是吞口屋。他说整个房子里面的地面啊，全部都装了木地板，只有门口的这个位置没有做硬化。他们家已经拉了一些积沙回来，准备在整个院把做一个硬化的，但是后面呢搬到城里面去住，所以一直就闲置下来了。这户人家的门口位置呢，有好高的一道石头坎，这是上面这户人家的，他们家的地势更高一些。这边全部都是用石头垒砌的宝坎。这里的视野也还不错。刚刚底下的那栋房子就是之前我们拍的那户老人家里。走到门口啊，还是可以看得挺远的。在这边做一个院门，基本上这个位置啊就很私密了。平时呢也没人过来打扰。其实整个寨子呢就这几户人家，安安静静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大叔的房子，基本上是把他们家的位置全部都盖完了。这个偏房还挺宽的，每家每户都有那个小小的一个蓄水池，喝的也都是山泉水。我的感觉这栋房子的地理位置更高，好像更不错一些，你们觉得呢，朋友们？
好了，那这期的视频就暂时为大家拍到这里。喜欢石头的视频，请记得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据老一辈的老人说啊，这里我眼前所看到的这块石头啊，当年土匪头子里面有一个女的四丫头，非常喜欢在这上面的石头啊乘凉。这里就是一个哨卡，当年土匪的一个哨卡。这里有个大石墩，那边有一条小道。当年在这里放上那么一两个人，堵在这个洞口的话，基本上什么样的人都无法进来，非常的艰难。因为道路太窄，你不可能一下子10多个或者20个人冲进来，只能一个一个缓慢的前行。看到吧？几十年后的今天，这条道路啊依然非常的难走，可见当时候1950年的时候啊，这条路更加的难走。现在跟着当地的朋友啊，我们往后洞的位置走啊，也得益于我的朋友，我才知道当年解放这里的时候，解放军啊是跟着后洞进来，才得以把这里给解放了。如果没有当地的村民带路的话，基本上是几乎是找不到这个后洞的。后洞非常明显的一个转角的位置啊，就是这么大的一个钟乳石，大概有3米高左右，直径差不多有70、80公分，是一个非常窄的一个洞口。现在。没在。我在回。走进去，这里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我有点期待哦。最开始的时候啊，大概这里你们可以看得出啊，这应该是一堵墙。其实一开始土匪应该有所防备的，用石头啊垒起来这样一堵墙，看到吧？大概有一个初步的一个样子，用石头全部垒起来了。这里面岔道非常的多，所以说走到这里面很可能迷路，也就是这个原因。这又是一个岔道。哦，对呢。好呢，我给你那个路。走给你。这山洞里面就像一个迷宫一样的，看到吧？这非常多的，可能我们看起来是土墩，实际上这是应该睡觉的炕，非常多。这应该也是一个卧室了，这个卧室少说应该可以住得下100、200个人左右。轮流拍3个。就像北方的那种炕一样的，我们可以看一下，从这底下可以烧火、烧柴的，还挺高、挺厚的，大概有个2米多左右的一个厚度。你看里面吗？刚飞那个，刚飞。往前面走看什么？哇，这里面还更多。赶紧来，开给你。哇，我们走了一条小岔道进来，这里发现了土匪当年生活的大本营，这里面应该是完全是土匪居住的地方，
非常多这样的炕，特别的多。有可能真的土匪的宝贝啊也藏在这里面哦，你们觉得呢？看看，几十年过去了，这些炕都是还保持的非常的完好，它的原始的样貌几乎都是没有多大的改变吧。这个路啊越来越窄了，可能我们真的走错了，现在又返回，迷路了，朋友们。我们的手电筒估计电量也不多了，很担心等一下手电筒没电就麻烦了。这个是不是当年滴水的时候形成的一个钟乳石，初步形成的一个状态？非常奇怪。哇，这里要低着头走，但是这里同样有灶台，整个山洞里面都有灶台，都有居住的地方，说明当时候这里的土匪3000人左右肯定是有的。我们当时候来的时候没有注意啊，朋友们，实际上很多人已经走错了。在我们的头顶上方这里有一个箭头啊，应该是防止别人走错的时候留下的一个箭头，说明这一条路啊是一条死路，走不通的一条路啊。现在我们要回去了，我们返回的时候才看到了这个箭头啊，看到吧？非常明显的一个箭头的一个印记。这个有可能是后面的人留下，也或者是当年的土匪留下的一个箭头啊。迷路了好几次啊，都找不到洞口的位置，终于走出来了。唉，手电筒的电也没了。手电筒的电也没有多少了，唯独我这个手电筒啊，它稍微多一点。哇，特别的累，两路的爬坡。现在初步的判定，刚才有朋友告诉我，这是4号洞的洞口，我们是从2号洞进去的，从4号洞出来，整整差不多4个半小时左右，非常的累。开始进洞的时候还比较好，两路的下坡，等到返回的时候啊，一直都是上坡，所以说特别的累。这个洞口应该是4个洞口最小的一个洞口了。在上方，这是最原始的一条道路了，下方是后面游客走出来的一条道路啊。以前都是开凿悬崖而建的山路，非常非常的困难。当时候解放这里的时候没有飞机，真的无法想象，如果没有那个后洞的话，太难了。据当地的村民告诉我说，当年的土匪头子他们在里面储存了最少有3年左右的粮食，里面有瀑布，有暗河，水源方面完全充足，供给啊完全不用担心。所以说当时候他们已经做好了长期盘踞这里的一个准备啊。这个道路啊，只能1个人通行，非常的难走。恐高的朋友建议你们别进来。这我地的来个10个是活得出去不得。是因为我懂啊。里面地质活动是共同的，它有一个活动就是
这没事，就是从我们的那个平平那里，不是有个像两个水潭那里看到没？有两塘水那里，那两塘水那里不是流水的方向不是有个岸的嘛？那个就舒服多了。现在那个梯子已经没地了，以前我们这会是有个梯子上去的，现在没地了。你像洞子宽那么的，我就不吃了。走不得，那还是走不得。鞋子走不得。给你们看一下这一段山路啊，有多么的难走吧。没有护栏，只有一条小道。下面悬崖峭壁。下面就是悬崖峭壁。摔下去翻上去，50分钟。从这里掉下去啊，根本上不可能成活了。那个以后才搞这些地方，有千万不要上这里来。这个位置啊，一只手拿着崖壁，缓慢的行走，非常非常的险。朋友们，我们用了4个半小时左右才走出这个土匪洞啊，非常非常的难走。下去的时候一路都是跟着山洞往下面走，上来的时候一直都是爬坡，道路也是非常的不平整，因为很多石头吧，高低不平的，非常的难走。我们有一个手电筒也没有电了，我们也急着赶出来，岔洞非常的多，我们也走迷路了好几次。最后啊，我们都是根据不同的岔洞一个一个的去找，最后终于走出来了。石头在这里想告诉你们啊，如果你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啊，一定要备好手电筒，而且脚下穿的鞋啊一定要防滑的，千万不要穿高跟鞋啊，穿高跟鞋啊这个山洞是走不了的。而且进入山洞之前有一段悬崖绝壁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栈道啊，那一段路啊是非常非常的难走，也特别的吓人。好了，这期的视频就为你们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了，拜拜。朋友们好，这里是康居别院，今天带大家来山里面看一栋房子。这栋房子距离县城大约30公里，距离附近的集市大约4.8公里。这栋房子的位置比较高，比周边的邻居所有的房子都要高上一些。虽然这栋房子和大家是同处一个寨子里面，但是它的景色比其他房子要好一些的，而且要更安静一些的。现在我们走上这栋房子去看一看，可以看到山里面的水是非常丰富的，这些山泉水都是从山上流下来的，非常的干净。很多当地的老乡都是把这些水直接接回家里面，可以直接喝的。这条小路现在主要是没打扫，显得上面落叶非常的多，不怎么干净。如果把这栋房子租下的话，可以稍加的清理，我觉得是挺不错的。这边是一些大石块，石块之上长得有枇杷树，还有梨子树。其实在山里面水果还是挺丰富的。这底下就是一片竹林，还有些杂树。当然绝大部分的树木都是常青树，也就是到了冬天也不会落叶子的。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这栋房子，
走进去看一下。先来看这座房子的院子，挺宽，大约是30个平方的那个样子。这个地面采用的是山上采回来的石板铺成的地板，还是比较有那种非常古朴的意境的，我觉得比水泥地面要好上一些。屋门口有几棵大树，还有些枇杷树。就算再热的天气，这边也是比较凉爽的，因为大树底下好乘凉嘛。这栋房子的视野就非常好，因为地势比较高，在它前面坐在院子就可以看到整个村子。这个村子是一个纯粹的苗寨，住着68户人家，全部都是木房子。那边的房子就比较紧凑，几乎全部建在一起，这边就很分散了。那这个村子几乎是建在峡谷的底部，只有一条马路可以进入村子里面，马路宽大概3米左右，所以显得这个寨子几乎是与外界隔绝的，也可以说这是一处世外桃源了。以前这边是不通公路的，在古时候村子里面不远处还有一处山洞，山洞里面当年在解放之前就是藏着土匪的。房子的下方有一片稻田，我们可以走到这边来看一看。如果把这些杂草除干净的话，都可以看到外面的视野是非常好的。稻田就在院子的下方，一般这边有个习惯，稻田里面都会放上一些鲤鱼、鲫鱼，每到秋收的时候会把田里面的鱼抓回来吃，当然比较多的还会做一些酸鱼。这边因为是纯粹的苗族，还有个习惯，每到冬至以后，每家每户都会杀猪熏腊肉。如果你住在这边关系比较好，你还可以搭上邻居，叫他们帮忙熏点腊肉，这才是正宗的湘西腊肉。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栋房子。这是一栋非常典型3开间的木房子，中间是堂屋，两边是偏房，偏房分别是卧室与厨房。两边的偏房都留的有窗户，一是采光的，二个是空气流通的。那我们再来看这栋房子，它的空间还是利用的挺好的。看起来这像是一栋2层楼的房子，实际上这是一栋平房，一般人是住在1楼的，2楼用了一些木板隔开，上面堆放一些杂物的。顶上盖的是当地的土瓦，这些土瓦每3年左右要检修一次。当然，如果把这里住下了之后，也可以换成那种琉璃瓦，这样子就不用剪瓦。这些瓦每剪一次，像这样的一栋房子，大约需要1000块钱左右。这栋房子是没有厢房的，也就是说，正屋的旁边是没有搭建的一些小房子，比如是猪圈啊，还有厨房之类的。在旁边这里留了一小块的空地，如果租下的话，这个地方可以有些改造空间，在这边搭一个厨房还是非常好的。那我们就来房子的侧边看一看，这边有一条小路，应该可以走到后院。这边还有一棵大树，这是大约高2米左右的坎，有些竹子。这里有一面石头墙，应该这是这家人的厨房，但是这面石头墙有点向外面倾斜，
因为没有采用水泥的，也不知道它的结构到底稳不稳，也就是牢不牢固。我们往里面走，这些石块都是从山里面捡回来堆砌而成的石头墙。在湘西这边，很多老房子都会采用这样的一个建筑结构，因为就地取材嘛。房子的背后有一块菜地，可以种菜，还是非常方便的。当然，现在房子的周边都长了很多杂草，如果租下的话，这些杂草都是需要清理的，包括屋顶之上都长了一些杂草。这边的这棵竹子已经快长到房子里面了，也必须要砍掉。这里面就是这栋房子的厕所了，这边有一扇小门可以进去的。那这家人已经搬出去住了，房子也空了很久的时间。他也说，像这样的房子，如果没人来管理、没人来住的话，很容易坏掉的。所以我拍视频的目的呢，也是为了给朋友们介绍大山里面一些闲置的房子，这样子可以利用起来。那这栋房子的租金呢不贵，大概1年800左右。主人说，只要把房子管理好就行了。那这个村子距离集市就比较远，大约是5公里左右。如果自己没有车的话，出行还是挺不方便的。好了，我是石头，喜欢请关注康居别院，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拜拜。朋友们好，我是石头，我现在湖南省湘西州花岩县石栏杆。在我的身后发现了一座石林，从这边看过去呢，这座石林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当地的人告诉我说，在石林里面就是一个土匪窝。解放之前呢，土匪就藏在石林里面。到底这里面有什么特殊之处呢？现在大家跟着石头的镜头，我们去一探究竟。这边遇见位大姐正在扫地，应该是在洗菜吧。大姐你好，你是本地人吧？是啊。哦，在洗菜吗？对呀。哦，这个水很干净哦。这个水是从山里面流的吧？这里就那个水井呢。哦，这个位置就是水井啊。哦，那你们现在用那个砖给封了，盖着那个。对。哦。我们就吃这个水。把它盖了啊，这样子比较干净一些。你们吃的也是这个水吗？吃的也是这个啊。哦，这个地方现在是一个景区还是什么的？景区。景区啊，应该没收费的吧？没有收费的哦。那平时的游客多不多？多啊，它礼拜六、礼拜天还是很多人的。哦，周末的时候游客就比较多。哦，这个石林大概在这里有多少年了？也搞不清楚了哦。这个我也不懂。那以前你们小的时候，这个石林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这个样子。哦，现在我看修了一条小马路，可以走进去哦。它那里面可以坐了一载人呐，那里面有个洞。哦，那里哪个位置有洞啊？那。哦，那个石头里面有一个洞是吧？哦，可以进去吗？可以，那个以前的我没动过。哦，你有没有进去过？没进去。就在对面那个大石头里面啊？是啊。哦，那等一下我过去看一看。平时你们这边都种稻田吧？种稻田哦。哎，那我想问一下你，像这些山里面以前有没有土匪啊？在解放前？他们说有啊，有土匪啊。有土匪哦。土匪的，他们就躲到那个洞里面呢。哦，以前抓土匪，土匪就躲在山洞里面。哦，那我们待会儿去看一看啊。好，谢谢你啊。大姐告诉我说，前面那个石林里面有个山洞，据说啊，当年土匪就藏在山洞里面。我们现在走过去看一看。刚才大姐说土匪洞就藏在石林里面，我看了之后，这座石林应该是最大的，
我们沿着这条土路走过去，看有没有山门。这边应该就是山洞的洞口，好像比较窄。哇，这个洞口很窄，上面好像有2、3棵小树，我们可以看一下。哇，这确实就是一个洞口了。这些石头应该是人为垒砌的，看到没有？这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山门，从这边可以进入啊。其实我一个人旅行拍视频挺不容易的，像这样的地方，如果有个人帮我拿着相机拍摄的话，可能会更直观一些。我只能把那个相机放在你们所看的那个位置啊，就离我比较远，从这边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山洞的洞门吧。我们看一下，你看还没有我的高度那么高，如果我再走上去的话，可能碰到头了。所以说要进入这个山洞啊，要必须低着头。这边呢好像是人为修建的一条小道吧，其实并不是的，这是2个山体自然形成的一座门呐。应该这上面的石头呢就是土匪啊搭建的。其实我站在底下我是非常怕的，这些石头如果不牢固的话，一压下来我就没了，你们就看不到我了。现在我们走进去给大家看一下。哇，这个门很小很小的，如果这边装上一道门，或者1、2个土匪正守在这个位置的话，那根本上是非常难攻进来的。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我现在拿着相机，我们走到里面去看一看。嘿，嘿，现在我们就走到山洞里面去看一看。其实来到这道石门的下方是挺吓人的，看到吧？这些石头完全是没有水泥的，就是这样子，靠着底下这一大块的石头给它，应该就是在这里支撑吧。如果掉下来的话，这一块我就太危险，就没了。不说了，我们要进去。你看，这个是人为故意填的，把这个位置给填高，可能就是把这道门啊更加缩小一些，把它小一些，是吧？你看这底下填了很厚的一层石头呢。这道门的宽度大概也就几10公分左右吧，很窄。哇，抬起头我们来往天上看一下，看，这是就像一座天坑一样的。走到这个位置啊，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这道山门吧。你看是不是人为建造的一道山门啊？都是拿着大石头，底下就是一整块的石头给在这里支撑，上面呢就码上一大层的石头作为一个山门。过了山门之后，我们来到了一个狭长的通道，这个通道只能容纳1个人通行，有的地方我都是侧着身子才能够进入的。这边真的不好走啊，很窄很窄，感觉这个狭长的通道应该是大概也就10米左右吧，没多长。这边我们应该就走出来了。哇，这边好像也没有多宽啊，看应该就是几座石林把这个地方围成了一个像一座房子一样的，如果上面一盖顶的话，就像一座房子一样的。哇，镜头的前方竟然没有看到，这是人为修建的一座石头墙，上面长了树啊，没注意啊。我刚刚进来的时候没有发现这面石头墙，应该是没有注意吧。哎，石头墙的中间我们仔细看一下，大家知道
这两个孔是用来干嘛的？看，这边有一个，这边还有一个，整个这一面墙就是两个孔。大家知道这是干嘛的吗？我们现在仔细来看看这两个孔啊，这个孔的位置要高一些，这边呢要矮一些。我们来看这个矮一些的啊，大概这堵墙的厚度接近1米，这个孔啊大概也就20公分乘20公分左右吧。这是不是当年的一个枪眼呢？一个瞭望台，放哨的，在这边呢架上一挺枪，如果有人要过来的话，是不是一下子就被发现了？朋友们，我是这样子想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肯定是人为故意留下来的一个孔啊。现在这堵墙的上方已经长了这样的一棵，应该是一棵灌木吧。所以说我进来的时候还没注意，这边还有一条路啊，这条路可以上去的，我们走上去看一看啊。这边更窄一些啊。哎呦，低着头啊。哎，这边好像一道窗户一样的。哦，哎，真的是迷宫一样的。哎，镜头前方我们又发现了一堵石头墙，就不走过去了啊。我现在是非常的好奇，当年到底这个石林里面藏了多少土匪啊？这个地方并没有多大啊，就是这一大整块的石头，在里面呢真的是错综复杂，随便看过去啊都是一条岔道。我们看一下这边呢，哎，看到没有？这边也是一堵人为建造的石头墙。这座山啊，要想进来，只有刚才我进来的那一道石门可以进入啊，其他地方都是无法进入的。而且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这座石林的半山腰之上吧，就在这座石林的山腰之上。其实要想攻入这座石林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呢，如果把这座石林给围起来，这边呢也是无法出去的。只要围起来的情况下，这里面的资源肯定是没有多少，粮食啊、吃住的没有多少。所以说我这个时候啊，就想起了《乌龙山剿匪记》里面的一个画面啊，战山豹在山上躲了10多天，最后啊，饿的是没有办法了，下山去到老百姓的田间地头吃老百姓的谷子，最后被民兵给发现，当场击毙。这可能就是作为土匪最后一个下场了吧。所以说，在和平的年代，我们要珍惜眼前的生活。其实今天来到这个位置啊，挺危险的，很不容易啊。现在几乎已经来到了这座石林的顶部了，这个位置也是非常高的。哎呦，转个镜头给大家看一下啊。看这个位置非常的高吧？这边啊还可以进入的。哎，哎呦，这边应该是一个自然形成的一个烧烤，看到没？一个孔啊。刚才我们应该就是从那边走过来的。啊，特别的凉爽，这个风很大。哎呦，这边很高啊，我就不过去喽。诶，
这底下就是稻田啊。哦呦，很高，不过去了，挺吓人的。挺不容易啊，为了拍这个视频，真的挺险的，爬上这样的石头之上。朋友们，其实拍这个视频我感觉挺不容易的，爬上爬下的，一不小心扭的脚，或者从山上掉下来，真的挺危险的。既然视频已经看到这里，我也希望大家能给石头一个赞，或者把你想说的话打在评论区，告诉石头。真的，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湘西人，我也非常的痛恨土匪。但是我们今天进入土匪洞之后，发现啊，当年他们的生活环境也是极其艰苦的，确实在大山里面生活挺不容易的。换作是谁又愿意去做土匪呢？可能当年也是被逼无奈吧。好了，喜欢石头、喜欢湘西的，请记得点个赞、点个关注。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啦，拜拜。我觉得在农村打造这样的一个田园小院，先把一个大概的方向整理好、改造好了之后，很多小细节再慢慢的处理，包括我们这个院子。现在初步已经规划好了，该种的草皮、该铺的路全部弄好了之后，剩下一些盆景啊，还有一些花的种植啊，后期可以慢慢的去完善，对不对？你像这些三角梅，我们在草地比较空旷的位置，我们都是种了这样的一棵三角梅，显得挺自然的。本来在农村里面生活，我感觉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吧，不要刻意的去安排，显得比较自然，人看着也比较舒服，对不对？哪天就要检查头的，我不会喷这个最好吧。哎呀，起来牵下腰杆，这船子有点船了船。哎，这个走哪里？给大家顺便说说我们湘西这边的一些人文吧。在古时候，我们湘西这边交通是非常闭塞的，基本上都是靠走水路。所以说，沿河两岸的这些土家族同胞呢，他们的水路交通就要比陆路交通要方便许多了。在古时候，靠着水路可以走到洞庭湖，走到园林。我们当地这边盛产的一些木材还有桐油，全部都靠船运出去卖，然后呢，再从外地运回来一些布匹还有盐巴。所以说，沿河两岸的这些老百姓呢，很多都会去做生意，条件自然就比住在山上的这些苗族同胞呢，条件要好许多。就像今天，如果你来到湘西自驾游，你走进一些古寨的话，尤其是沿河两岸的一些古寨，就会看到很多大地主的房子，一些建筑很好的房子。以前像这样的房子就是有钱人家，以前大部分都是贩卖一些生活用品之类发家的，所以说这可能就是我个人感觉苗族和土家族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区别吧。我记得反正在沿河两岸，我们苗族的村寨是比较少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土家族的寨子。人生风景在游走，每当孤独我回首，你的爱总在不远地方等着我。岁月如流在穿梭，
喜怒哀乐我深锁，唯有你在天涯尽头等着我。夜已沉默，心事向谁说？不肯回头，所有的爱都错过。别笑我懦弱，我始终不能猜透，为何人生淡薄？风雨之后，无所谓拥有，萍水相逢。这边用到的全部都是纯的水泥浆。这次我们买的地板砖呢，和上一次是同一个型号，只是单一的颜色了。40×40的。和之前用到的方法都是一样的，底下先打一层干浆，意思也就是水泥和沙子搅拌一下，大概是涂上瓷砖。然后这边呢，就用这样的水泥浆，直接往上面浮上一层。其实铺这些地板砖呢，瓷砖越大块，铺的越快一些。像我们选择的是40×40公分的，就是铺起来是比较整个上午的时间，铺了大概2/3左右吧，一半多一点。今天如果加班的话，可能是铺得完。那边的草皮已经是全部种好了，而且我们从家里面拉过来的三角梅也种在了里面，还铺了石板。整体的效果大家可以看一下怎么样呢？尤其想问一下大家，这些瓷砖和草皮这样子搭配，大家觉得怎么样？无所谓拥我，萍水相逢。你却给我那么多，你挡住寒冬，温暖只保留给我。风霜寂寞掉落在你的怀中，人生风景在游走，每当孤独。今天我们是专门留了2个师傅在这边铺地板砖，一个师傅铺，一个师傅帮忙做小工，和这些水泥沙浆。爱总在不远地方等着我，岁月若流在穿梭，喜怒哀乐我深锁，只因有你在天涯尽头等着我。随着小院的改造即将完成，每一天我都收到很多私信，有很多朋友问我，这个小院改造好了之后，是否把它作为民宿来经营？有些朋友我是回复了，但是很多我是没有回复的。
其实之前我就在视频里面说过，这栋房子距离河边是太近了，作为民宿的话肯定是不合适的。有人带小孩带老人，离河边这么近，安全是无法保证的。所以说这边改造好了之后，只能短租或者长时间出租。院子和台子的面积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整个台子这块呢，以后基本上就是我们一个活动的空间。买的有些户外的桌椅，有朋友过来，我们可以在这边露营啊，也可以在这边野炊烧烤。在院子外面，我们接的有灯光，有排插线，还有水龙头，基本上想到的东西我们都已经做好了。之前我就给大家说过，我们改造房子呢，一个大概的方向基本上已经完全规划好，小细节的话只有后期住在这边慢慢的给它补齐。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一下底下的钓台，这2天没有钓鱼，因为是涨水，但是我们的渔户还有很多钓具都是放在下面，因为这边我们都已经装好了大门，私密性还是很好的，很多东西难得每天搬来搬去的，太麻烦了。这个位置我们又叫了师傅安装了一个摄像头，就在这棵柏树之上。摄像头在下方，上方的话是一个 LED 的户外灯，晚上的话可以开，直接照到河面。台子边上的栏杆我们全部安装了这样的一个吊灯，到晚上的时候全部都会亮的。这边都是装的太阳能灯。还有最后一块瓷砖，院子的地板砖全部铺好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整体的效果。这边还剩了一些水泥砂浆，在大门那边还有需要用到的。朋友们，那现在院子里面的瓷砖呢，我们是换成蓝颜色的。相比以前的那种搭配，你们觉得现在单一的一个蓝颜色效果如何呢？好不好看？欢迎大家评论留言。好了，最后还是给大家提个醒，改造房子或者自己在家里面装修房子，在网上买的东西一定要注意，千万别像我们等着这些瓷砖呢，等了20多天还是没有货，最后没办法把贴好的瓷砖呢全部挖走，然后又换了这个蓝颜色的瓷砖过来贴，很麻烦，真的非常的麻烦。这期的视频呢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了，拜拜。